变成一颗恒星。这里就是庐山的五老峰。守护海底的蜂蜜。It's my dream, it's magic， 照亮你的心。To your eyes， 有多远的距离？穿过人海，别停下来，趁现在还有期待。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，不再回来？每当你向我走来，告诉我星辰大海。今天睡了个自然醒，中午才起床，直接吃中饭。这是宾馆自家的餐厅，才花了40块钱。午饭过后，坐景区的观光车去五老峰。五老峰，1峰、2峰、3峰、4峰、5峰，4峰，直线距离1.36公里。五老峰的山门。去五老峰之前，很多人都说去五老峰很累，要一直走到三叠泉。路上只看到了1、2波，3、5个人，爬了20多分钟，到了这个亭子。这是1峰。五老峰顾名思义有5个山头，这个就是1峰。现在全是雾，远处什么都看不见。据1峰这个小卖部的人说，早晨遇到了云海，实在是后悔没有一早过来。现在往2峰走。好，谢谢你们上来。不到10分钟就到了这个地方，有块很漂亮的大石头，几个人都在这拍照。我要像梦一样自由，像天空一样坚强，在这曲折蜿蜒的路上，体验生命的意义。你是否还会背着我鼓足勇气试了下，最后还是放弃了。这个位置基本上就是2峰了。往右走不到100米就是2峰。哎呀，当心坠崖，全是雾。2峰的山顶也都是雾，看不清远方。这些黄线都是禁止游客往前进入的禁区。看到云雾一直在飘，准备坐着休息一下。从2峰往前可以看到3峰、4峰和5峰。云雾很快散去了一些，下面的山峰露出了比较清晰的边缘。现在继续往3峰出发。这里有一堆巨石，要从巨石下的缝隙中穿过去。
梦就追，至少不会遗憾后悔。句式上有一些提词提字，远走高飞，说走就走一回。路边看到一个标识庐山松，过去看一看。又踏过了水，跟行走别玩东南和西北，前行还是后退？落日下的余庐山松这个位置也有一个小的观景台，现在眼前的景色变得清晰起来。何必去辩解是错或是对，就让一切回归那自由的感觉。如果迎着风就飞，俯瞰这世界有多美，让烦恼都灰飞，别去理会自我极为。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棵就是庐山松。如果还有梦就追，继续往三峰走，这里有一个石碑，五老峰的石碑，1314米的海拔，应该是一生一世的意思。前面就是三峰了。如果迎着风就飞，目前这些云雾时有时无，多美，让烦恼都灰飞，别去理会自我。从三峰到四峰非常近，2分钟就到了。如果还有梦就追，四峰是游客来的最多的地方，很多人到这里看一看就返回了。勇敢追，远走高飞。这个就是四峰的观景台。很多人说四峰是这里面最漂亮的地方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前面的五峰，可以看到下面整个的景色。正好现在云雾慢慢的散去，云雾一阵一阵的，就是不能形成云海。前面这个就是五峰，四峰这里有个休息站小卖部，问了一下这里的老板到五峰多久，他说大概20-30分钟，于是决定向五峰进发。其实从五老峰的山门走到四峰也就1个小时，而且远没有大家说的这么累，起码比3叠泉轻松多了，所以才临时决定去五峰。从四峰到五峰要先下山后上山，果然20分钟就到达了这里。穿过这个小亭子，前面就是五峰的山顶。山顶有块巨石，写着目无障碍。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，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，日晒或是风吹，路边那朵蔷薇。山上的云雾还是飘得很快，若隐若现的，手机管他谁是谁，不要有点仙境的感觉了。是非非，天亮走到天黑，黄昏中的堡垒。山顶上也来了几个小伙伴，就飞，俯瞰这世年轻人胆子都很大，又攀上了悬崖上的巨石。烦恼都会飞，别去理会自我极为。看这些云雾飘得多快。如果还有梦就追，
让他拉你，要匍匐着往上爬，匍匐着往上。重心压低，哎，对，压低一点重心，可以。几个小朋友也把我拉了上去，并且帮我在这里拍照，所以我一个人出行的时候，就是路上临时认识的朋友帮着拍照。让我绕一圈吧。前行还是后退？落日下的余晖。哎，这边好看。拥挤的城市布满了虚伪，何必去也谢谢这3个在庐山度假的小朋友。53。嗯。一点都看不出来啊！天哪，我以为顶多40。没有。这个就是庐山的五老峰的五峰，其实爬到这里并不累。云雾渐渐的散去，景色越来越清晰。如果迎着风就飞，俯瞰这世界有多美。看这里的景色多美，所以我觉得五峰比4峰要更壮美。从五老峰的山门走到五峰，边走边玩，只要不到2个小时。我个人感觉五老峰还是值得登一登的，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。而且很多人会在这里看到云海。下山没有走回头路，而是往通向三叠泉的小路下山。从五峰一路下山走到三叠泉大概是50分钟，所以很多人是玩完五老峰继续去玩三叠泉，当然这样会比较累一点。我们活在人间的某处，怎么样？你觉得庐山的五老峰如何？美不美？所有痛自己背负，所有无助的深夜对酒倾诉。明天继续带你在庐山深度。这里是位于九江市的庐山风景区。庐山风景区南北长25公里，东西宽20公里。庐山北靠长江，南傍鄱阳湖。庐山是我国著名的旅游风景区和避暑胜地，是江西13个5A 景区之一。1996年就被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。前2天带大家游览了庐山东线的韩坡口、五老峰和三叠泉。当然庐山东线还有其他一些景点，今天就带大家看一看其他的景点。很多人会把庐山东线1天走完，这个还是挺累的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庐林湖，这里四周被群山环绕，风景优美。庐林湖是一个人工湖，54年就建成了。当年毛主席非常喜欢在这里游泳，电影《庐山恋》里也经常出现这个庐林湖，尤其是2个人再次相见时，从湖的2端都跳入湖中，相拥在湖中。这个是庐林桥。目前这个庐林湖也是山上的主要用水的水源。
湖边有个毛主席的庐山诗词院。这片园林中有很多石碑，镌刻着毛主席的诗篇。再往前有个庐山博物馆。庐山博物馆，这个博物馆里也有毛主席在庐山的故居。庐山博物馆环境很美，非常清静。进入博物馆，简单的看一看。进门左手边就是毛主席的卧室和书房。博物馆里更多的是一些展览，很多珍贵的历史图片。再往里有一个很大的展厅，都是历史名人和庐山的关系。要知道，在中国历史上，有上千个文人墨客都来过庐山，为这里留下了很美的诗篇。徐霞客曾在庐山待过6天，唐伯虎也画过不少庐山的名画，朱元璋也在庐山建了不少的建筑，还有陆游、黄庭坚。这是陶渊明、李白，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白居易，现在还有白居易的草堂。苏轼的名句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据说这个景点在石门涧，我明天也要去。这个是庐山博物馆的外围庭院。离开博物馆，没有去坐景区的观光车，自己步行往前，前面有个别墅区。在庐山有很多100年历史的别墅，也是很多名人在这里休闲度假的居所。当然，目前有很多已经出租给他人作为民宿了。继续往前走，前面有庐山会议的旧址。这个就是庐山会议旧址。在庐山，这些地方都是免费参观的，一起进去看一看。当年的会场是在2楼，上楼看一下。会场都保持了原来的样子。可能现在绝大部分人对当年的庐山会议都忘记了，不了解了。旁边有个展厅，有大量的图文文献资料，可以了解当时的历史文献。会址的外面还有几个著名的建筑，这个建筑里有庐山抗战的展览，这个也是挺著名的庐山大厦。坐了一站观光车，来到了美庐。庐山的这些可以参观的人文景点都是下午5点半关门，现在5点，进去转一转。这是
蒋介石题词的石碑。这些历史文物的东西可以拍摄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播得出来，所以不太敢拍。前面这个就是美庐，这里就是宋美龄的行宫，当然远远不止宋美龄一个人住过。进去简单看一看，看上面的标题。这个就是卧室兼书房，卫生间，当年很少见的冰箱，这里还有非常多珍贵的照片。现在结束了美庐的参观，往外走。马路对面有个周恩来纪念室，路旁的教堂，再往前就是一个有意思的建筑。对，这个就是大家感兴趣的庐山电影院。这个电影院也创造了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，就是一直在播放一部电影《庐山恋》。目前电影仍然在每天播放，每天晚上2场，从7点半开始。《庐山恋》大概是80年代初的一部电影，印象深刻，还真的想再看一遍。先在旁边吃了晚餐，庐山的餐饮还是很便宜的，40块钱。饭后简单散了散步，准备去电影院看电影了。喜欢的跟我一起回顾下这个电影吧。当年的青春偶像张瑜、郭凯敏主演。这句英文也大概是我最早学的几句英文之一了。我爱祖国。I love my motherland.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. 让人看见了，让他看见好了。这是当年轰动一时的银幕之吻。没有人，只有我们。还有2只小鸟在笑我们呢。你爸爸妈妈会同意吗？会同意的。妈妈很喜欢你。你正式征求他们的意见了？他们还不知道你又回国了呢。那么说，我还得回美国去等你的消息了。哦不，爸爸过节时候我到庐山来看望几位美籍中国学者。是吗？是的。他现在多美好的回忆啊！明天准备去庐山的西线。西线也有不少优美的地方，也要玩2-3天。